说，想我没有？嘘，你放心吧，我夫君今天不会出现在新月饭店的。那你不怕尹老板知道吗？知道又怎么样？我是新月饭店的大小姐，我偷个情，他管不了。那你需要几个情郎啊？就你一个。过来。饿了。这是我给你弄的，参加拍卖会客人的验资情况。喏，其中有一个人呢是新月饭店背后的人，我爹都惹不起。华老板，坐，吃点东西。来，尝尝。鸟曲会长应该知道，我这个病忌荤腥，尤其是海鲜。黑温病，免疫机制紊乱造成的。若使用大量蛋白质，确实会造成体内毒素的反应。旁人食之，当然是自掘坟墓。但你不同，药我有的是。只要霍老板当好我此次拍卖会的顾问，想吃多少都可以。来，尝尝。多谢鸟曲会长。晚场差不多开始了，我先去筹备一下。不要，我派人去说，让他们晚些开始。行了，我逗你的。正事要紧，快去吧，千万要小心。拍卖会一结束，我立马回来找你。那你的副总编怎么办？那只能暂时抛下他。那我就在这里，等我的梁总编满载而归。哎，
お前は一体何をした？てめえ俺の問題は聞こえねえのか？山本！梁本才，你太过分了！这种醉鬼敢往我屋子里带，以后我们俩一刀两断。你别想再踏进屋子半步，给我滚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俩干嘛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你们也敢插我？滚出去！是。让他过来找梁本才，估计发现我们有问题的。佛爷，意外。你刚那在鸟居，认得他不？鸟居并非长居薄平，不好讲。你有没有觉得，隔着佐佐木这样一个人，鸟取会长，佐佐木君到了，说是您叫他来的，但是他喝得非常醉。我实在是劝不过来啊！他在哪儿？我带您去。佐佐木，休息。佐佐木，佐佐木，快醒醒！在这边。会长。おい！おい！佐々木！等他醒，让他给我滚回驻屯区，自己领取处分。是。
真不好意思，失礼了。我要带你们在乎的孩子的。对不起。他走了。走的。浪费的过早都好久。死有点僵哦，难怪我看陈皮头咸得很。看来中场休息过1个小时，发生了好多意想不到的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包厢里有不同心肠的人？在下亚和月刊陈明之，冒昧打扰。是你。没想到会在国内碰到古人。刚刚用的药，刚才发生的事情让我的状态有点紧张，稍等一下就好了。你是真的戒不掉吗啡吗？没得他，我就无法思考。你稍微休息下吧。2位贵客，你们早场只拍得1件货物，按新月饭店的规矩，是不能继续再参加晚场拍卖的。什么？只拍得1件就不让进晚场？这谁定的破规矩？我可从来没有听你们谁说过。我们东家花了这么多银子买下这间包间，说好了整场都能做的，这一来就让人给撵下去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来，你看看啊，白瞎我们整了这么多钱，就等着晚场用呢。您先别生气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们都是早场的包厢贵客，花了大价钱，若是愿意随我一步到散座去，依然可以围观我们晚场的拍卖，只是无法再举牌了。这不是抹我们东家的面子吗？把我们从这儿赶下去，我东家丢不起这人。去不了，去不了。哎，我们来这儿是扬名的，如果楼底下有角落一点的位置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哎，可是2位爷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安排。啊。给留好包房的人安排个醒目的座位，这些人来路不明，不在视线范围内，恐怕会有问题。
各位贵宾，晚场拍卖现在正式开始。本场共计10件拍品，皆为压轴重器。本场拍卖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大洋，上则不封顶。下面便是本场第1件拍品。 汉代玉卧羊，各位，现在开始出价。5万。11号桌出价5万。6万。10号桌出价6万。 8万，7号包房出价8万，11万，14号桌出价11万，12万，15万，20万。以前只要有货进长沙的时候，都得经过咱们九门。现在小鬼子来了，这规矩不能变啊！没错，总得有人留下，把前面这条路给守住。来，来，不好了，是被人打进来了！你手底下还留了多少人？都没走。这天儿可真红啊，正好能杀个痛快。为长沙再战最后一回。
やつ。畜生め、こんなにたくさんやられて必ず殺してやろう。おい！今日拍品，听说有许多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，霍老板尽管挑选，不用替我生气。鸟取先生不会是想把我大中华的瑰宝全部都收入东瀛吧？霍老板误会了，我们帝国一直秉持着亚洲友谊的理念，这些珍品。 与其让他们毁于战乱，或者被不懂欣赏之人随意处置，还不如交给我们，妥善保管。先上去吧。梁总编，这是您的资金兑换的金条，拍卖结束后余款可换回银票。霍老板，这是我们大朝凤特意为您准备的果盘，谢谢，放那儿吧。鸟取先生，霍老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你请来的顾问，不是女伴。这个位置能更好的看到拍品的品相。霍老板跟新月饭店的渊源。 比我想的要深，果然是。今天的拍卖，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一组人。 就是亚和月刊的总编梁本才，为了避免资金浪费，需要制定策略。待会儿就把他给请过来，你可以随意指点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国里守备森严，没得一个人可以前去晚登。 希望到过次时候顺利一些。梁先生，1号包厢的鸟取鸟居先生，请您过去一叙。他有新的朋友介绍给您认识。鸟取先生，他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？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。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鸟取鸟居居然也在。 他要见你，我们现在只能离开。你讲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鸟取鸟居
没见过凉拌菜。凉拌菜只是个违抗物的剧本，地位卑微，真有可能他们根本没见过。万一见过嘞？如果他们真的见过面，我是能杀得鸟去鸟去，在军事委员会杀得一杀日本高官。属于外交的问题，我不想让信誉饭店牵连在其中，所有后果我一力承担。看来让你走应该不行了。老舅觉得紧难嘞，时间没到，还不能看。这个老舅，放我们就跟放贼一样的。鳥取会長、本日は相手で加えの至りです。両編集長、気に入る購買品でもありますか？鸟取会长，啊，您好，我是亚和月刊的副总编陈明之。久仰会长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今日会长亲自坐镇，我与主编都觉得内心有了倚仗。会长要是有任何吩咐，尽管告诉我们，我们必当尽心竭力，绝不会有丝毫怠慢。你们亚和月刊，还真是人才济济啊！我们的副总编为了我们的杂志社费尽心思，所以今天难得来到这里，让他见识见识。哦，对了，会长，今天晚上您有何安排？还希望您别见怪，此次我带来了另外的专家，只能跟您分享自己。如果有人比我更好，我肯定愿意退位让贤。好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位便是我此次请来的顾问，九门的七爷霍老板。梁总编，久仰。您和我之前的一位故人，还有些相似呢。
那看来我们真有缘分。好了，拍卖会快要开始了，我来说一下今天的计划吧。我不希望我们两个包厢之间产生正面竞争，彼此抬价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所以，凡是我们举牌的货物，梁主编您就不要参与了。明白。若是我们没有追牌，梁主编您可自行斟酌，自有竞价。我们包厢外面的窗帘上，若是插了花束，便是我们要拍之物；若是没有，那便是你们的机会。放心，我们肯定不会搅乱会长的安排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怎么了？我总觉得这两个人怪怪的，不太像是杂志社的人，像是当兵的。等会儿看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老纪来国里没有操劝我们，想必是为了老五而来。他应该会帮我们。就怕娶到老五，他有更复杂的原因，事到如今只能随机应变的。我相信就没人底线，大半个九门都在新月饭店的。要是曲目之死，九门只剩2门头。希望老四老老正常一点。时辰差不多的，把那技能拿出来。哎，你个老就讲的，先跟他咋大一发的。真他娘啰嗦！看得懂吧你？新月饭店的拍卖会，一般情况，来者都不是有固定想买的东西，都是有钱人过来淘宝贝的。在拍卖法宝箱之前，需要人为的抬高前面所有拍品的价格。各位贵宾，拍卖会的早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闲杂人等请退场。拍卖过程中，请务必保持安静。现在开始走货，每次叫价最低5000。下面是今天的第一件拍品。这是宋君瑶的器型啊！君自有比玉美胜似玉之说，这玫瑰紫釉啊，可是难得一见的上品。还上品？什么玩意儿？君瓷玫瑰红釉苹果尊，此尊釉色紫若暮云，
韵若朝霞，此乃宋军孤品中之翘楚。侯老板，这件拍品如何呀？釉色虽美，但火候不佳。确实不是凡品。第一轮叫价开始。1万。11号桌出价1万。6万。6号包房出价6万。这就是为什么需要2组在现场，老4和老6，你们就负责将所有的拍品的价格抬起来。所有人都想进入晚场，他们必须花费足够多的钱，得到3件拍品。你们就要告诉他们，在今天进入晚场非常困难。10万，可还有人加价？10万5千。11号桌出价10万5千。10万5千1次，10万5千2次，10万5千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宾客拍得今日的第1件拍品，让我们一起恭喜11号桌贵宾。鬼不难啊，过抬价是不难，但过新月饭店经验丰富，我们几番操作之后，所有的竞拍对手和新月饭店都会开始怀疑我们故意做托、恶意抬价，到时候我们抬到没人跟，自个就会吃瘪。老舅不是讲的，我们不用去晚场。只要把下面这些人的银子过好干部就行了。下把我来缴，啊！你根本听不懂啊！这样到了早场后期，钱都被你们消耗完了，所有人为了节约钱，都不会跟着出价。佛爷就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，最后得到3个拍品，保存实力。